你说什么？50万的年终奖，全公司就你一个人拿到这么多？王浩惊讶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眼睛里闪烁着我读不懂的光芒。苏雅，看来今年我们终于可以好好改善一下生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口中的我们原来不是我们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苏雅，今年35岁，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高级经理。公司里同事们都叫我铁娘子，工作雷厉风行，谈判桌上从不退让半步。但回到家，我却变成了一个习惯性妥协和迁就的妻子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职场女强人的双面人生吧。我和王浩结婚已经10年了，有个8岁的女儿小佑，一家3口住在市中心一套120平米的3居室里。这套房子是我们婚后购买的，首付的80%是我出的，但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和王浩2个人的名字。那时我刚刚升职，觉得自己事业有成，想给丈夫一些安全感，所以坚持要把房子写成共同财产。反正我们是夫妻，一辈子都要在一起，共同财产不是很正常吗？当时我是这么想的。王浩在一家普通的销售公司上班，收入不高，年薪大概在10几万左右，还时常因为业绩不好被扣奖金。而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外企，一路凭借能力和努力爬到现在的位置，年薪已经超过100万，外加丰厚的年终奖。刚结婚的前几年，王浩对我的事业非常支持，常常主动承担家务，照顾我的生活。你安心工作就好，家里的事交给我。他经常这样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挣到钱就是我挣到钱，我会把家里打理好。可是随着我职位越来越高，薪水越来越多，我明显感觉到王浩的态度开始变化。他开始频繁地抱怨自己的工作不顺，领导不公，甚至对我的成功流露出隐隐的不满和嫉妒。你们公司多好啊，动不动就出国考察，福利待遇那么好，哪像我们公司，天天催业绩，跟要命一样。他常常在我加班回家后这样说，语气中满是不甘和怨气。为了缓和家庭气氛，我开始有意隐瞒自己的升职加薪信息，甚至主动承担更多家务，好让他觉得自己仍然是家里的顶梁柱。我们的生活渐渐进入了一种表面和平的状态。我努力工作赚钱养家，他负责接送孩子和一些家务，两人很少交流内心深处的想法。说起来，我和王浩已经有多久没有好好谈一次心了？也许是半年，也许更久。我们之间的对话大多停留在家庭琐事和孩子的学习上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夫妻生活都变得少之又少。每当我想挑起话题，尝试改善我们的关系时，王浩总是说自己太累了，或者借口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而躲避交流。直到最近，我才注意到王浩的一些反常行为。他开始频繁的加班，电话总是避开我接听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有时甚至带着淡淡的香水味。起初我并没有多想，毕竟我自己也经常加班到深夜，理解工作的压力。但当我发现家里的共同账户余额在莫名其妙的减少时，我开始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。最近账户里的钱怎么少了这么多？一天晚上，我试探性地问道。王浩头也不抬地回答，公司最近效益不好，我自己贴了点钱做业务，等月底报销了就还回来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再追问，但心里却埋下了一丝疑惑的种子。这种疑惑在某个周末得到了印证。
那天我整理衣柜时，在王浩的西装内袋里发现了一张高档餐厅的消费小票，金额高达3000多元，日期是上周二。那天他告诉我要和客户应酬到很晚，小票背面还留有一行娟秀的字迹：下次换我请你。末尾画了一个可爱的笑脸，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。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轻易下结论，也许真的只是工作上的应酬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有意留心王浩的一举一动，同时反思我们的婚姻是从何时开始出现问题的。他开始频繁地出入健身房，购买了不少价格不菲的新衣服和护肤品，这些都是以前的他绝对不会花钱的地方。更让我心痛的是，他对小佑的态度也变得冷淡起来，常常找借口推脱女儿提出的游戏或者辅导功课的请求。爸爸，你答应周末带我去动物园的。小佑委屈地拽着王浩的衣角，王浩头也不抬地玩着手机。爸爸周末有事，改天再带你去。看到女儿失望的眼神，我的心如刀绞，默默记下要抽时间陪她去动物园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王浩的关系表面上还算和睦，但心里的距离却越来越远。年末将至，公司召开年度总结大会，我因为带领团队成功签下几个大客户，获得了公司的特别嘉奖，50万元的年终奖金。苏总，恭喜啊！这次年终奖全公司就你一个人拿到这么多。财务小王神秘兮兮地告诉我，这可是董事长亲自签字批准的呢。我心里当然高兴，但并没有特别在意，毕竟这些年我的薪资和奖金一直都不低。按照惯例，我把年终奖打入了我和王浩的共同账户。这个账户主要用来支付房贷和家庭日常开销。让我惊讶的是，王浩在得知这笔奖金到账后，反应异常热烈。太好了，苏雅，我们终于可以好好改善一下生活了。他兴奋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大点的车，或者带小佑出国旅游散散心。看到他少有的激动情绪，我心里竟然涌起一丝欣慰，觉得也许我们的关系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好啊，你来安排吧。最近我工作太忙，正好你帮我分担一下。我欣然同意了他的提议，不过别忘了留一部分还房贷。王浩拍着胸脯保证：你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，保证让你和小佑都满意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因为年终项目收尾，忙得昏天黑地，几乎没时间关注家里的事情。王浩倒是异常积极，主动承担了接送小佑上下学的任务，还时常询问我的工作进展，嘘寒问暖，仿佛回到了新婚时的体贴。我心想，也许是年终奖的到来让他重拾了对生活的热情，又或许他真的意识到了我们婚姻中的问题，想要改变。直到那天，我意外地在王浩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些照片，那是我借用他的电脑处理一份紧急文件时，无意中点开的一个隐藏文件夹。文件夹里是王浩和一个年轻女子的合影，地点似乎是一家高档餐厅，两人举杯相对，笑容亲密。女子长相甜美，年龄看起来比我小很多，大约27、8岁的样子，穿着时尚精致，举手投足间透着青春活力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合上电脑，假装什么都没看到。也许真的只是同事聚会，我不能因为一些照片就怀疑自己的丈夫。这样想着，我删除了搜索历史，把电脑放回了原处。晚上，王浩回家比往常晚了2个小时，说是公司临时有事要处理。对了，
苏雅，我想带小佑出国旅游一趟。吃饭时，他突然提出，孩子学习压力这么大，也该放松一下了。我抬头看他，这个时候出国旅游，小佑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，就是因为期末考试前给孩子减减压啊。王浩解释道，再说了，现在去国外正好是淡季，机票酒店都便宜。小佑在一旁兴奋地跳起来，真的吗？爸爸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去迪士尼乐园吗？看到女儿期待的眼神，我不忍心拒绝。那你们去吧，我这边工作太忙，就不跟着了。王浩似乎松了一口气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我来安排行程，你放心工作就好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泛起一丝酸楚，想不起上一次我们一家三口一起旅行是什么时候了。接下来几天，王浩忙着办签证、订机票和酒店，看起来格外认真负责。偶尔我会听到他躲在阳台上打电话，声音刻意压低，但语气中透着一种我很久没有听到的愉快和期待。我刻意保持沉默，没有过问他旅行的细节，只是叮嘱他照顾好小佑的安全和饮食。直到出发前1周，我无意中看到了王浩手机上的订单信息，3张飞往马尔代夫的机票和1间海景别墅，价格高得惊人。这旅行也太奢侈了吧？我忍不住问道。光是酒店就要花掉几万块。王浩不以为然，难得出去一次，就住好一点吗？再说了，这不是有你的年终奖吗？他理直气壮的态度让我心里一紧，但我没有继续追问，只是默默关注着这个所谓的家庭旅行。出发前2天的晚上，我趁王浩洗澡时，拿起他的手机，想看看具体的行程安排。让我意外的是，他的手机锁屏密码被改了，我试了几次常用的数字组合都无法解锁。这个小小的发现像一把尖刀，狠狠刺痛了我的心。曾经我们的手机对方都是知道密码的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信任。出发当天早上，我借口有早会没去机场送行，只是在家里替小佑检查了行李，确保他带齐了所有必要的物品。妈妈，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小佑依依不舍地抱着我。爸爸说那里的海特别蓝，沙滩特别白。我摸摸他的头，妈妈工作走不开，你和爸爸去好好玩，给我多拍点照片。送走他们后，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是我多年的闺蜜小月。喂，苏雅，你老公和小佑不是今天去马尔代夫吗？小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。你怎么没一起去？我苦笑着解释工作太忙，突然意识到小月似乎知道些什么。小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我直接问道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小月叹了口气，苏雅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，但是作为朋友，我觉得你有权知道真相。他接着说，刚才我在机场送表妹，碰巧看到王浩和小佑，还有一个年轻女人，3个人看起来很亲密的样子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但表面上仍保持着镇定。什么样的女人？20多岁的样子，长得挺漂亮的，穿着粉色连衣裙。小月描述道，小佑还挺亲热地叫她婷婷阿姨。这个称呼像一道闪电劈中了我的心脏，我瞬间联想到了那个隐藏文件夹里的照片。挂断电话，我立刻打车赶往机场，内心既希望小月看错了，又隐隐期待能揭开真相。机场安检处人来人往，我焦急地寻找着熟悉的身影。终于，在候机区的咖啡厅里，我看到了王浩、小佑和一个穿粉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。
他们3人围坐在一张小桌旁，看起来就像一家3口。女子正俯身帮小右整理衣领，王浩则宠溺地看着他们，眼神中满是我许久未见的温柔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阵眩晕，10年婚姻在我眼前崩塌。我强忍着泪水走向他们，看来你们玩得很开心啊。3人同时抬头，王浩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苏雅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慌乱地站起来，眼神闪烁。小右倒是天真地扑过来抱住我。妈妈，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，要和我们一起去玩？那个年轻女子也站了起来，脸上露出尴尬而局促的笑容。你好，我是周婷，王浩的同事。哦，同事，我冷笑一声。那为什么我女儿叫你婷婷阿姨？气氛瞬间凝固。王浩拉着我走到一旁。苏雅，我可以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拿着我的年终奖，带着你的情人和我们的女儿去度假。我压低声音，不想在公共场合失态。王浩的表情从慌乱变成了防备。那笔钱是家庭共同财产，我有权支配。再说了，婷婷她多久了？我打断他的辩解，直接问道。王浩沉默片刻，终于低声说：2年了，2年，整整2年。在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，在我为家庭操心劳累的时候，他已经和另一个女人建立了感情。你们回去吧。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小右还在等着去马尔代夫呢。王浩看起来有些意外。你不闹，有什么好闹的？我勉强维持着冷静，等你们回来再说吧。离开机场，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。10年的婚姻换来的竟是如此的背叛。但我很快冷静下来，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。首先，我需要了解更多信息，看看这个出轨到底持续了多久，是否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事情。回到家，我开始翻查王浩的个人物品和我们的共同账户记录。令我震惊的是，过去2年里，王浩不仅多次挪用我的收入用于和那个周婷约会、送礼，还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借了几笔小额贷款。这些贷款虽然金额不大，但性质恶劣，因为他完全没有告知我这些负债的存在。我在王浩的抽屉深处还发现了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他和周婷的合影，还有一些亲密的书信往来。翻看这些照片，我的心像被反复碾压一般疼痛。有他们在游乐园开心合影的，有在高级餐厅享用烛光晚餐的，甚至还有2人在海边沙滩的亲密照。最让我心碎的是，信中王浩多次提到要和我离婚，和周婷重新开始的计划。等时机成熟，我一定会和现在的婚姻做了断，全心全意和你在一起。他在信中写道。我已经为我们的未来做了很多规划。看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了王浩对我年终奖如此热衷的原因。他是想用我的钱为他和情人的将来铺路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任凭泪水模糊视线，回想着这些年我为这个家、为他付出的一切。悲伤和愤怒之后，一种冷静的决绝渐渐在我心中升起。既然他已经决定背叛这段婚姻，那我何必再继续自欺欺人？我决定不再做那个被动接受和退让的妻子，而是要为自己和女儿争取应有的权益。第2天一早，我联系了一位律师朋友杨律师，向他详细咨询了离婚和财产分割的相关事宜。以你提供的证据，法院很可能会认定王浩有过错，对财产分割会有利于你。杨律师分析道，但房子是你们的共同财产，即使你出了大部分首付，也要平分。我点点头，
那如果我现在卖掉房子呢？杨律师思考片刻，理论上可行，因为你们是共同所有人，你有处置权，但最好还是等离婚时再处理。我没有告诉杨律师我的真实想法，只是笑着感谢他的建议。回家后，我立刻联系了几家信誉良好的房产中介，对我们的房子进行了估价。当得知房子的市场价值已经达到700多万时，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脑海中成型。我决定在王浩和周婷度假期间迅速出售这套房子。虽然这么做有些冒险，但我有充分的理由。首付款大部分是我出的，这些年的房贷也主要靠我的收入在还，我有权拿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需要这笔钱来重新开始我和小佑的生活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我选择了一家口碑极好的中介公司，并提出愿意适当降价，以求快速成交。苏女士，您确定要这么快卖房吗？中介小张有些疑惑。如果多等一段时间，价格可能会更好。我坚定地点头。我有急用，只要能在2周内完成过户，价格可以再商量。小张听出了我的决心，立刻着手为我寻找合适的买家。同时，我开始整理自己和小佑的个人物品，只留下必要的衣物和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。房子很快就有了意向买家，一对年轻夫妇看中了我们小区的学区和交通便利，同意以680万的价格购买。考虑到我方急售的情况，他们同意迅速办理各项手续，并支付足够的定金。1周后，在我的积极推进下，房屋买卖合同正式签订，买家支付了第一笔房款。我立刻把这笔钱转入自己的私人账户，同时整理好了王浩出轨和挪用资金的所有证据。接下来，我需要为自己找一个临时的住所，同时规划未来的生活。我在市中心租了一套精装修的公寓，租期3个月，付了全额租金，办理了入住手续，但并未实际搬入。接着，我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信，理由是需要一段时间调整个人生活。苏总，您是公司的核心人才，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人事总监惋惜地问道。我点点头，非常感谢公司这些年的栽培，但我确实需要一段时间处理私人事务，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合作。人事总监理解地拍拍我的肩膀，那我们就批准您的辞职申请，随时欢迎您回来。所有事情安排妥当后，我关闭了社交媒体账户，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，只告诉了父母和最亲近的几个朋友。我准备了一封信，放在了餐桌上，简单说明了我发现真相的过程，以及我决定离开的决定。信的最后，我写道：王浩，这10年的婚姻到此为止，我已经卖掉了房子，你和你的新欢可以自己找地方安家了，收拾好行李。我最后环顾了这个曾经充满欢笑和幸福的家，心中既苦涩又释然。走出家门的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，仿佛卸下了长期背负的重担。我直接前往机场，登上了前往北欧的航班，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飞机腾空而起，我透过舷窗看着逐渐远去的城市灯火，心中涌起一丝惆怅和不舍，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我走访了芬兰的极光、挪威的峡湾、瑞典的童话小镇、丹麦的安徒生故居，一路向南，到达了希腊的爱琴海和意大利的托斯卡纳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我都会给小佑寄一张明信片，告诉他妈妈很好，让他不要担心，妈妈很快就会回来接他。
这段独自旅行的时光，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价值。我意识到，这些年我太过专注于事业和家庭，却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和需求。在陌生的国度，面对不同的文化和风景，我渐渐找回了自我，重拾了生活的勇气和热情。3个月后，当我回到国内时，已经是一个焕然一新的苏雅，不仅容光焕发，更重要的是心态平和，对未来充满信心。王浩度假归来后的震惊和慌乱，我通过共同好友听说了大概。据说他回来发现房子已被卖掉，妻子不知所踪，曾经歇斯底里的到处找我，甚至报了警。警方在确认我是自愿离开，且定期有与亲友联系后，拒绝立案。更讽刺的是，当周婷得知实情后，立刻与王浩划清界限，迅速消失在他的生活中。苏雅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月在机场接到我，紧紧拥抱我。你不知道这段时间王浩有多狼狈，到处借钱租房子，连面子都不要了。我淡然一笑，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我现在只关心我女儿。回国第一件事，我直接联系了王浩，要求见面谈一谈。咖啡厅里，王浩憔悴了许多，眼神中既有愤怒，也有恐惧和祈求。苏雅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卖掉我们的房子，带走所有钱，你知道我这段时间过得有多惨吗？他一见面就开始责备我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惨吗？应该没有我发现丈夫出轨那一刻惨吧？王浩语塞，转而试图解释。那天在机场的事，我可以解释。婷婷她只是不需要解释。我打断他，我已经看过你们的照片和信件，知道你们的关系持续了2年，也知道你一直计划着和我离婚。王浩顿时哑口无言，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惊恐，最后化为无地自容的尴尬。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2件事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第一，我要和你离婚。第二，我要争取小佑的抚养权。我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看看吧。条件很简单，我不要你任何赔偿，只要小佑的抚养权。你可以随时探望他。王浩匆匆浏览了协议内容，脸色变了又变。这不公平，房子是我们共同财产，你凭什么私自卖掉？我冷笑一声，公平？你拿我的年终奖带情人出国度假，这就公平了？我可以起诉你。王浩试图威胁我，擅自处理共同财产是违法的。我从容地拿出一叠文件，请便。我这里有你出轨的所有证据，还有你挪用我收入的转账记录。如果闹上法庭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王浩的气焰顿时弱了下来，他盯着那叠文件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慌。再说了，我补充道，那套房子首付的80%是我出的，这些年的房贷也主要靠我在还，我只是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。沉默片刻后，王浩无力地问，那我呢？我住哪？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了。我平静地回答，你不是有周婷吗？去找她。王浩苦笑，他早就不接我电话了，知道房子卖了，钱也没了，立刻就翻脸不认人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竟然没有想象中的快意，反而涌起一丝怜悯。签字吧。我推了推协议，如果你同意这些条件，我可以给你20万，算是补偿，让你重新开始。王浩惊讶地抬头看我，你为什么还要给我钱？不是给你，是给我自己的良心。我直视他的眼睛，毕竟我们曾经相爱过，共同生活了10年。最终，王浩签下了离婚协议，同意我获得小佑的抚养权，他享有定期探望的权利。离开咖啡厅时，
王浩叫住我：“苏雅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后悔。”我没有回头，只是轻轻说了句：“好好照顾自己。”离婚手续办理的出奇顺利，不到1个月，我就正式恢复了单身身份。妈妈，我们真的不和爸爸一起住了吗？小佑坐在我新租的公寓里，眼神中充满困惑。我蹲下身，轻轻抚摸他的脸颊。是的，宝贝，但爸爸还是爱你的，他每个周末都会来看你。是因为婷婷阿姨吗？小佑天真地问。我的心一紧，不知道该如何向一个8岁的孩子解释大人世界的复杂。有些事情等你长大后会明白的。我亲吻他的额头。重要的是，妈妈永远爱你，爸爸也一样。安顿好小佑后，我开始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。3个月的旅行让我看清了很多事情。我不再想回到过去那种只知道拼命工作的状态。我想要一份能够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工作，有更多时间陪伴小佑成长。经过慎重考虑，我决定利用自己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经验和人脉，成立一家小型咨询公司。苏雅，你真的决定自己创业了？小月有些担忧地问。现在经济形势这么不好，风险很大啊。我自信地点头。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这些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和经验正是我最大的资本。创业初期确实充满挑战，但我很享受这种掌控自己命运的感觉。我租了一间小办公室，招聘了2名得力助手，开始接一些咨询项目。由于之前在行业内的良好口碑，很快就有老客户找上门来，业务逐渐步入正轨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我终于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小佑，亲自接送他上下学，辅导他的功课，陪他参加各种兴趣班。妈妈，我今天在学校获得了数学竞赛1等奖。小佑兴奋地扑进我的怀里，我紧紧抱住他。真棒，妈妈为你骄傲。这样的时刻让我感到无比幸福，也坚定了我当初决定的正确性。半年后，我的咨询公司已经小有规模，接到了几个大客户的长期合同，经济上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。这天，我带小佑去游乐园玩，突然接到了王浩的电话。苏雅，我能见见小佑吗？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。我有礼物要送给他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同意了。好吧，我们在中央公园的游乐场，你可以过来。1小时后，王浩出现在游乐场入口，手里提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盒。他的样子比上次见面又憔悴了许多，衣着也不如从前光鲜，但眼神比之前清澈了不少。爸爸！小佑一看到他，立刻欢呼着跑过去。王浩蹲下身，紧紧抱住女儿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宝贝，爸爸想死你了。看着他们父女相拥的画面，我的心情有些复杂，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。送你的生日礼物提前了几天。王浩将礼物盒递给小佑，打开看看喜不喜欢。小佑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，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天文望远镜，正是他一直想要的。太棒了，谢谢爸爸！小佑兴奋地跳起来。我们现在就去试试好吗？王浩看向我，征询我的意见。我点点头，去吧，晚饭前回来就行。他们离开后，我独自坐在长椅上，思绪万千。这段婚姻的结束，对我来说不再是一场悲剧，而是人生新篇章的开始。晚上送走王浩后，我和小佑坐在阳台上，透过他的新望远镜观察夜空中的星星。妈妈，你看那颗最亮的星星。小佑指着天空说，老师说那是北极星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它都在那里指引方向。我搂住他的肩膀，是啊，就像妈妈的爱一样，无论发生什么，
都会永远陪伴着你。小佑靠在我怀里，仰头问道：妈妈，你后悔和爸爸分开吗？我轻抚他的头发，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不，妈妈不后悔，因为现在的生活让我们都更快乐。爸爸说他很想我们。小佑天真地说，他说他犯了大错，失去了世界上最重要的2个人。我没有评价王浩的话，只是亲了亲女儿的额头。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无法挽回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过得好，未来会更好。1年后，我的咨询公司已经成功扩张，团队增加到10人，业务覆盖了整个华东地区。我用积攒的钱在市中心购买了一套新房子，比之前的还要宽敞明亮。新家真漂亮。小佑兴奋地在房间里跑来跑去。我的房间有一个大大的窗户，可以看到整个城市。看着女儿开心的样子，我心中充满了满足感和成就感。这一天，我收到了王浩发来的短信，听说你买了新房子，恭喜你！我最近找到了新工作，薪水不错，可以负担更多小佑的开支了。我回复道：谢谢，小佑很想你，这周末有空的话可以来看他。放下手机，我走到阳台上，望着远处的城市天际线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这一路走来，有痛苦，有眼泪，但更多的是成长和蜕变。当年那个为丈夫背叛而崩溃的女人，如今已经成为坚强独立的母亲和成功的职业女性。我不再为过去的婚姻遗憾，因为正是那段经历，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自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